英语学习系列：如何停止僵住并开口说英文？停止僵住，开始开口，流利的行动优先框架。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。你懂那种感觉吗？就是突然被点到要用你不熟悉的外语讲话，那一刻胃仿佛瞬间揪在一起，手心狂冒冷汗。这真的是我们很多人共同的痛点。不过别担心，今天的这份解说会彻底翻转你对语言学习的想象。我们不谈那些枯燥的文法，我们要来聊聊一套超实用的行动优先框架。准备好打破沉默了吗？好，我们直接切入正题。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？想象一下，你在一个超重要的视讯会议上，对方问了一个问题，你完全听懂了哦，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，但就在你需要开口回应的那一秒，你的脑袋噔的一下完全空白，荧幕上的每一个人都在安静地等着你，而你的嘴巴就像被冻住一样，半个字都挤不出来。说真的，如果你也有过这种僵住的经验，请放心，你绝对不是一个人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其实理解英文跟开口说英文完全是两码子事。阅读和听力会让我们觉得很安全，因为那是在做理解和解码。但开口说话就不一样了，它会导致我们刚刚说的僵住。为什么？因为语言不只是一张让你安静看懂的地图，它更像是一块你必须实际去活动的肌肉。也就是说，你的脑袋明明懂了，可是你的嘴巴根本还不知道怎么动。第一部分，脚踏车上的男孩。我们来看看马云的真实故事。为了打破这个僵局，让我们回到马云年轻的时候。他那时候可没有什么惊人的天赋，也没有什么神奇的手机 APP 可以下载。他向我们完美示范了一件事：流利度需要的是时间和一致性。你看这条时间轴，第一年他没有任何文法书，只有一辆脚踏车。到了第4年，不管是下雨还是下雪，他每天就是骑个40分钟。就这样坚持到第8年，他跑到西湖的饭店外面，主动找外国游客聊天。你觉得他一开始就自信满满吗？怎么可能？他只是带着紧张，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陌生人面前，硬着头皮采取行动。这里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，在张开嘴巴之前，我从没翻开过任何一本文法书。这真的很震撼，对吧？我们大多数人都把顺序搞反了，总觉得要先完美搞懂所有的文法规则，然后才敢开口。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行动必须走在完美理解的前面，你得先发出声音才行。接下来进入第二部分，行动先于自信。这可是打破了语言学习最大的迷思哦。这正是我们今天最核心的观念。你看，旧有的迷思总是告诉我们要有自信才敢行动，所以大家都在那边苦苦等待自信神奇的降临。但真实情况恰恰相反，是行动带来自信。真正的自信是你先大声讲出来，先犯了错之后才产生的一种副作用。你不可能在行动之前就有自信，因为行动本身就是帮你建立自信的砖块。所以我们真的要重新定义一下什么叫流利。流利不是像机关枪那样噼里啪啦讲超快，流利是毫无恐惧的开口。其实，就算你的英文说得很慢，只要你是不慌不忙、不带歉意的表达，那依然是非常美丽而且充满力量的沟通啊！放慢语速，深呼吸，你真的不需要为你的节奏道歉。好，那我们进入第3部分，5个每日习惯，来看看怎么把这些观念变成具体的行动。理念都懂了，那每天该怎么做呢？这里有5个非常简单但威力惊人的小习惯。大声说出5个句子，每天聆听，跟读节奏，直接用英文思考，最后是读字练习。别紧张，这听起来好像很多，但其实每天只需要花你短短几分钟而已。关键在于你要有意识地去重复做。先来看习惯1，今天就找一面镜子，对着里面的自己，大声说出5个最诚实、最简单的句子，比如我正在学英文啦，或是我今天心情不错。为什么要对着镜子？因为这样一来，你的嘴巴就可以在没有外人眼光的压力下，真正去练习那个肌肉记忆。一开始看着自己自言自语，一定会觉得有点傻，但请记住，只有你的嘴巴能训练你的嘴巴。再来是结合了习惯2和3的跟读技巧，这就像是一套连贯动作。
步骤1，先仔细听一句话，然后完全停下来。步骤2，像影子一样慢个半秒钟，跟着对方念。步骤3，试着完全对准母语人士的精确节奏，一起开口。这不只是在念文字哦，你是在模仿他们声音的高低起伏，就像是帮你的嘴巴肌肉做重量训练一样，练久了发音自然就顺了。习惯4真的很有意思，我们很多人在开口前，脑袋都会绕一大圈，先看到东西，想中文，再翻译成英文，这真的太慢了啦。习惯4要求我们直接思考。当你看到一杯水，脑袋就直接连接到英文单字，中间不需要透过母语这种地图来导航。刚开始一定会卡卡的，觉得很奇怪，但这绝对是建立直觉反应最关键的一步。习惯5，独自练习。这句话真的是完美诠释了这个习惯的精髓。你想想，当你在别人面前讲话时，大脑其实在做2份超累的工作，一边要找单字，一边还要担心被别人笑。但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自己讲话，你就不用管别人的眼光了，唯一的任务就是把字找出来。这是一个最安全、最棒的排练场地。这里有个数字10，这可不是随便写的，这是你每天需要的分钟数。我们的资料来源点出了一个超重要的法则：每天坚持练个10分钟，绝对完胜你1个礼拜只挑1天，然后一次苦熬2个小时。语言是一种习惯嘛，而习惯是靠每天一点一滴累积出来的，不是靠偶尔的考前抱佛脚。最后，我们来到第4部分，流利的心态，来聊聊你内心是怎么跟自己对话的。技巧都有了，接下来就是决定你能走多远的关键了。对比一下这2种心态，当你说哇，我的英文很差的时候，你的大脑听到这句话，就会悄悄地把进步的大门给关上，觉得反正就这样了哦。但如果你换个说法，告诉自己我每天都在进步，这扇门就会一直敞开。真的，看见并承认自己那些微小的进步，才是建立真实自信的底气。你的大脑随时都在听你的指令。在学习的路上，一定会有那种觉得好累、好想放弃的低潮期。这时，请你想想这句话：今天很困难，明天更困难，但后天会很美好。很遗憾的是，大多数人都放弃在明天晚上。所以在那些觉得最痛苦的日子里，请好好保护你的梦想。就算那天只讲了1句英文也好，不要让这条纪律的链子断掉。纪律绝对比一时的3分钟热度可靠太多了。好了，这份解说也差不多到了尾声。我想直接给你一个挑战，把那些厚重的文法书先放一边吧，接受自己一开始开口时那种有点发抖的声音。就在今天晚上，在你睡觉之前，你愿意对着镜子或者对着你空荡荡的房间，大声说出你的前5个英文句子吗？只要跨出这一步，你会发现那扇流利的大门其实一直都在等你亲手推开。别犹豫了，今天就开始行动吧。